我们现在常用的 AI 写作工具啊，像 ChatGPT，真的超方便的啦。对啊，但你有没有想过，用 AI 写，用 Google 查资料来写，跟那个完全靠自己的脑袋写，这三种方式对你的大脑、你的思考过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不只是效率问题哦。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今天看的资料啊，是来自一份蛮有趣的科学研究。哦，他们就直接用了那个脑电图，就是 EEG，去实际监测参与者在写作的时候那个大脑活动的状况。哇，直接看大脑反应诶。对，而且啊，还不止这样，他们也分析了写出来的文章内容，就是用 NLP 技术，然后也跟参与者做了访谈。了解。所以这次的探索就是要帮大家，也帮你弄清楚这三种写作方式，只靠脑袋，用搜寻引擎，还有靠大型语言模型 LLM，对你的认知投入程度啊、记忆效果啊，甚至是你对自己写出来的东西那种这是我的感觉，到底有什么影响？没错。好，准备好了吗？我们来看看研究怎么说。好，第一个我觉得最让人惊讶的发现是从 EU 数据来的。就是啊，大脑里面的神经网络连接强度竟然会随着你用的外部资源越多，就是从只靠大脑到用搜寻引擎，再到 AI， 它会系统性的下降。下降，意思是用 AI 帮忙，大脑反而像在放空，活动变少了。可以这样理解了。你看哦，只靠自己大脑写的那一组，他们大脑的连接是最强的，范围也最广。哦，特别是跟那个我们内部的专注力啊，还有理解意识相关的 alpha 波段活动，还有跟工作记忆、控制思考流程的 theta 波段活动都非常活跃。那用搜寻引擎的就差不多在中间。好，而用 AI 就是 NLM 辅助的那一组，整体的那个大脑连接强度是最低的。哇，这个现象其实就是所谓的认知卸载。认知卸载，对，意思就是 AI 真的帮你分担掉不少思考的力气。了解。那写出来的东西本身呢，品质怎么样？是不是用 AI 就一定比较好？这个结果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哦。哦，他们用那个 NLP 技术去分析文章嘛，结果发现用 AI 写出来的文章彼此之间非常非常相似，那个多样性很低啊，就是大家都写的差不多。对，有点那个味道。反而只靠大脑写的那一组，他们文章的风格啊、内容啊变化就多元很多。有趣。那个访谈呢？大家自己感觉怎么样？访谈结果也蛮一致的。尤其是谈到对文章的拥有感这个问题，拥有感，对，用 AI 的那一组参与者感觉是最低落的。有些人甚至觉得，那根本不是我自己写的东西，完全不觉得是自己的。有些人是这样觉得。那用搜寻引擎的感觉好一点，但还是比不上几乎都觉得文章完全属于自己的，只靠大脑写的那一组。这个拥有感的差异很大而且我还看到一个重点，用 AI 的那组写完文章才几分钟哦，请他们回忆刚刚写了什么，或者引用里面的内容，他们的记忆表现是最差的。没错，这点是不是很值得我们思考一下？感觉好像虽然 AI 帮忙完成了，但那些资讯好像没有真的进到脑子里去。对，这个记忆力下降的现象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警讯。所以啊，研究人员为了更深入的看这个影响，还特别设计了一个环节。哦，还有特别设计？对，第4次的实验，他们让参与者交换工具试试看。交换工具，比如说？就是原本用 AI 的人改成只靠大脑写，然后原本只靠大脑的换成用 AI 辅助。这个有意思，那结果呢？结果非常耐人寻味。你看哦，原本用 AI 的人，当他们换成只靠大脑写的时候，他们大脑在某些很关键的认知区域，像是处理语义的阿尔法波段，还有专注力的贝塔波段，那个投入的程度啊，竟然不如那些一直只靠大脑写的人。所以是没办法马上切换回来。好像有点这种感觉。而且他们还用 Ngram 分析，就是一种看文字重复模式的技术，发现
这些人写的时候还会不自觉地去重复使用之前 AI 给过他们的那些句子啊，被 AI 的语句影响了。对，但反过来更有意思，换成用 AI 的那一组。对，原本只靠大脑的人，当他们换成用 AI 辅助之后，你猜怎么着？大脑活动也下降。没有，他们的那个大脑连接强度反而显著地增加了。增加？为什么？这显示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 AI 的建议哦，他们反而是很积极地在整合 AI 给的东西，同时提取自己脑袋里本来的知识，进行一个很高程度的认知加工跟整合。哇塞，这真的很有趣耶！等于是把 AI 当成一个刺激或是一个工具，来帮助自己思考得更深入。有点那个味道。但这里还有一个更妙的点，还有，不管是哪一组转换者，就是不管是从 AI 换到大脑，还是从大脑换到 AI，几乎所有人都更偏爱他们在交换工具之后写出来的那篇文章。哈？连从 AI 换到只靠大脑的人也是，虽然你说他们大脑投入程度可能还没到位。对，即使是从 AI 换到只靠大脑的人，他们自己也觉得这样写更能阐述自己的想法，更满意。你说这是不是很有趣？这真的太有趣了。这个偏好跟大脑活动数据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但又好像说明了什么。对，这确实很引人思索啦。所以总结来看，这份研究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使用 AI 写作，效率可能提高了，短期内也减轻了大脑的负担，没错。对。但是潜在的代价可能是你思考处理的深度降低了，记忆的连接变弱了，对自己产出的东西那种拥有感也下降了。甚至这可能也影响到我们锻炼批判性思考的机会，好像大脑没有得到像独立写作时那样充分的暖机跟运动。这个运动的比喻蛮好的，等于是少了很多锻炼的机会。对，好的，哇。今天我们从这份研究里面真的是挖出了不少值得你好好留意一下的重点，这让你怎么去看待自己平常使用这些 AI 工具的习惯呢？我想便利性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啦，这个无可否认。那我们也清楚看到了，这背后可能有潜在的认知成本。对，这里不是说完全不能用 AI，而是要意识到这中间其实有一个权衡。没错，是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样的交换。好，那最后我们也留给你一个问题，可以好好想一下。就是当我们越来越习惯把很多需要动脑筋的任务外包给 AI 去完成的时候，这长远来看，会不会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大脑学习、记忆和思考的方式？我们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是不是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牺牲了深度理解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你，也值得我们大家好好深思一下。